职场的核心铁律是晋升，没有晋升就没有积累，做再多事情也都是原地踏步。这是私人通话，请你尊重别人的隐私。你想要隐私，那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在公开场合打视频电话，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什么事都先怪别人，也许这才是你一直无法晋升的原因吧。你是？男朋友还是老公？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不要偷看别人手机，没礼貌。徐总，徐总，啊？哦。徐总 ，SG 的徐总。不好意思，来晚了。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呀。哎，上茶，小罗，上茶。哎，上茶。我开完会以后啊，就去旁边的餐厅吃，那家餐厅特别好吃，我认识那个老板，是特色菜，它是这个柬埔寨的菜。夏言，你这干什么呀？你这是？徐总忘了介绍了，对呢，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夏言。不用介绍了，我们见过面。徐总你好，都是误会啊，希望您别介意。时间不早了，赶紧开始吧。赶紧开始啊！爱瑜伽就是这样一款针对都市女性用户集功能性和社交性于一体的瑜伽练习手机软件。哎呀，说得好！哎呀，太好了！徐总，您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尽力解答。按照这个速度一直稳定增长下去的话，什么时候能到100万级？什么时候能到1000万级？你是有做过特别的调研，还是凭着你自以为是的判断？大概这不是一个疑问句。徐总，根据以往经验，夏小姐知不知道现在市场上和你们爱瑜伽定位相似、量级相当的 APP 有多少？我所知道的竞争对手有天天瑜伽、Yoga Home。所以夏小姐，你们的项目里有什么专利性技术是别的团队无法掌握的？没错，光我们的竞争对手，就瑜伽类的就不止2、3个，还不包括减肥操、舞蹈、普拉提，当然还有一些综合类的健身 App。我想把爱瑜伽整合到 SG 秀我的平台上，是徐总您下一步的规划吧？可是，我为什么非得选你们呢？比起其他瑜伽类的 App， 我们做的最好的正是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交互，所以我们更适合秀我。徐总，我想这正是您今天坐在这里的原因吧。双眼。夏小姐这一番言辞的确很有感染力，毕竟这生意场上嘛，最终还是要靠产品说话。不是徐总，你再考虑一下。爱瑜伽虽然仍有瑕疵，但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从今天起，项目交接就由夏小姐和我们运营部薛总监负责。你回去吧，我不跟你谈。可是我们约好了今天的。我是 SG 的运营总监，你是星辰科技的普通职员，我们2个交接工作，这合适吗？
确实不合适，但是我们星辰运营部总监的位置已经空缺了很久了，总监的工作也都是由我代理的，所以你们星辰这样的小公司做事情不规范，我是知道的。你们平时什么样跟我没有关系，我也管不着。但现在既然跟 SG 合作了，就应该有合作伙伴的样子。等你拿到正式头衔再来找我谈吧。可是薛总监那边好像不太配合，所以进度一直在被耽搁。怎么了？你得罪他了？哪能啊！我巴结他还来不及呢。小夏呀，这我就不得不说你2句了。你说你吧，平时吧看着脑子挺灵活的呀，怎么现在一根筋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爱瑜伽这个项目，最终能够收购的拍板的，是那个薛总监吗？啊，当然不是啦。你就算拿他没办法，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嘛。啊？我觉得这徐总啊，对你印象挺好的。孙总，你也知道，爱瑜伽这个项目，这是我们这1年用尽全力开发的项目，对不对？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也一定要把这个工作交接完成啊！不就一个运营总监嘛，这算什么？明天就能解决。好，孙总，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早啊，大家！你这蓝衬衫很好看嘛。哎，大家听说了没有啊？一会儿孙总有重要消息要宣布，什么消息啊？大清朝召集我们来开全体会议，和夏言有关。夏言？哎，你忘了？之前孙总不就说吗？和 SG 的这个案子谈下来，就升你做总监。哎，我可听人事部的同事们说了啊，工牌都已经做好了。来了。大家早啊！今天叫大家开个会。我们这个运营部的总监一直空缺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最好的人选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运营部对于我们公司来说那是核心，重中之重。我相信，这位新的总监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没错。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这位新的总监乔思思，乔总监。哎呀，有请。有请。哎呀，真的是，哎呀，你看我太激动了，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乔总监啊，毕业于伦敦商学院海归硕士，之前啊在一家500强的企业做营销总监。大家也知道，我们公司最近就要转型拓展金融科技业务，我相信思思乔总监在这个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啊！我们要多向他学习。夏言，你说这老孙也太不厚道了。爱瑜伽是你熬夜加班做出来的，卖给 SG 也是你连续加班1个多星期做出来的方案。这刚一卖出去，就立马拉一人进来享受胜利的果实，这太过分了。哎，我跟你说啊，这个乔思思啊，还是孙总的小情人。你可别瞎说，我亲眼撞见的，他俩在办公室，我偷偷录了音频，我给你听啊。我给你找。算了吧，你让我休息一会儿啊，我自己待一会儿。那我发给你。要不是我想多攒点钱，今天我就去跟老孙说我不伺候了。小财迷，
我这不是想赶紧跟你过上幸福的小日子吗？本来答应好的升职加薪，这一下全泡汤了，手上的项目又被一个一个的抢走，别提多心寒。要是真的不开心的话，就辞了吧。星辰也不是什么大公司，以你的能力、你的才华，去那些大公司，还不被他们当块宝一样供着呀？我再想想吧。不过我可真没想到啊，那老孙他老婆陪着孩子在国外上大学呢。他前脚刚给老婆打完电话说：“哎，你辛苦了。”后脚就把那个小情人安排进公司了。你说这两副嘴脸，真挺恐怖的。哎，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学过伪装术啊？怎么了？没事儿，撞到箱子了。你小心点儿。啊，不是所有男人都那样，你也不要多想啊。我知道，这不是前脚有个刘一鸣，后脚又来了个老孙吗？怎么，难不成还怀疑我？喂，我们都异地那么多年了，我还能怀疑你呀？对了，你工作交接都完成的怎么样了？快了，再过几天我就可以飞到你身边了，到时候别嫌我粘人哦。你都为我转战新州了，我感动还来不及呢。到时候啊，你就尽情的黏我吧，让我体会一下被男朋友黏住的滋味，无法自拔。夏言，我听说你因为方案的事去找孙总了。哦，之前交上去的方案名字被数错了，所以我过去问了一下。这事儿我就得多说你2句了。我们是一个团队的，这方案的思路和想法是开会的时候我提出来，大家一起补充的。你呢，花了些心思把它整理出来，的确是很辛苦。但是这样揽功的心思可不应该有啊！我一直很欣赏你，不然也不能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啊。我们公司的挺聪明的，非常的，这次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非常的柔软。是不是有人故意挑拨了什么呀？要不这样，你也别整理方案了，把这些材料处理一下。他们慢慢就会柔软的。这些文件交给实习生来做就行了。下班之前交给我。哎，行了，我送你。不用了啊。小夏不是在吗？哦，哎，小夏，哎，来，送下徐总。我本来还以为来 SG 做交接的是你呢。这些都是公司安排的，交接的事情，徐总您不用担心。我没有在和你说交接的事儿。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在真相面前不敢面对、委曲求全的人。徐总，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你最近的日子过得还挺水深火热的嘛。你这么聪明，知道自古功高盖主的都难得善终吧？所以接下来，你是打算继续留在公司忍辱负重，还是急流勇退啊？谢谢徐总您的关心，这些事情我自己会处理好的。哇，看来还真是在温室里待太久了。温水煮啊，渐渐熬去了你的斗志。你现在是一点往外跳的意识都没有了。徐总，您对合作公司的员工说这些，不太合适吧？什么？不合适的我都在你们孙总面前说完了。啊？哎，你跟我们老板说什么啦？哎，你到底说了什么呀？小磊呢？怎么周末还不回来？他们学校最近有领导检查，他这几天都加班呢。这么忙？也行，这样就没空难过了。夏言，你呢？那个乔思思还那么过分吗？你快来看看我的黑眼圈吧，我太难了。没事啊，一会儿咱吃点坚果，好好补补。嗯，你说你那工作那么烦，你干脆就辞了好了，咱不受那气。哎，成年人的生活有什么受气不受气的呀？再说了，你们也知道，我虽然有点积蓄，但林浩马上就要回来了，我爸妈也要过来，还要买车，哪儿都需要钱。小磊跟我们说了那个车的事儿了，
哎，你放心吧，大不了那房租你就别交了呗。那不行，我们说好了，房租还是要给你的。咱们都多少年了，还跟我计较这个？不是计较，是分寸。哎呀，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大胆往前冲。大不了以本小姐的财力养你一个绰绰有余。以你的财力，你还是踏踏实实给我好好想想你工作的事儿吧，别到时候你妈妈把你的卡一停，还得下盐养你。大表姐，我们说下盐呢，又说我干什么？从我的角度看，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辞职其实也不错的。从我的角度看，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辞职其实也不错的。对了 ，SG 不是给你发出过面试邀请吗？怎么想的？哦，他们的人事部给我打过电话了，说有猎头推荐的，想要挖我，但是我还没想好呢。什么叫没想好啊？你们老板那卸磨杀驴的事儿都干得出来，你还为他卖命，是驴吗？去，就乔思思这种笑脸迎人、一肚子坏水的，指不定整出什么幺蛾子，你自己小心点。我倒不是怕他，我只是对孙总比较失望。我现在在公司啊，重要的项目我都碰不上，丢给我的都是些杂七杂八的活儿。我一毕业就进入星辰了，整整6年了，想到要走，我还有点舍不得呢。或许那个姓许的说的对，温水煮青蛙。我好像有点害怕面对外面的世界。你知道我查房的时候，经常会听到那些患了重病的患者和他的朋友和家人聊天的时候都说些什么吗？什么？他们会说，如果想当年我怎么样就好。人生总是有很多遗憾的，但是比起错误的决定，犹豫不决更让人遗憾，不是吗？这是乔总监这几天给我安排的工作，我都做完了。孙总，我要辞职。小夏呀，你是干嘛呀？这是，之前咱们不是沟通好了吗？不，心里还有别的想法？年轻人格局要大一点，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吗？这样，咱不等这个 SG 全款结下来，爱瑜伽一旦交接结束，我就给你发奖金，下一个季度给你涨工资。东京奥运会一完，你就当总监，不走了吧？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个人的发展期望跟公司未来的规划不太合。这些年我在公司学到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感谢公司可以给我这个平台。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孙总你可以找我，能帮的我一定会尽力的。孙总，小夏，你先回去，咱们都好好想想，可以吗？毕竟，像我这么支持你的老板不多哟。等，我送你，我送你。啊，稍等。哎呀，对，来，拿着，这个好，这个水特别好，它有点甜，你知道吗？哎，对身体特别好，喝了也会降火啊，好走啊。怎么？他不干了？我真的想不到，怎么就来这一出？要走就让他走呗，既然心已经留不住了，你强留他，他还能安心给你办事儿？
不是你说的时候，你知道吗？现在新城很多项目都是他负责，他要一走的话，一时半句我找不到人的。我看呢，他今天就是来找你逼宫的。走！哎呀，坐下嘛，喝茶。哎呀，我让他一下子走也行，但是万一他去了 SG， 回来失败怎么办？去 SG， 太阳能去得了才行。嗯。徐总，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 SG 收购这次项目的徐总。徐总你好，我是星辰运营部总监乔思思，负责这次爱瑜伽交接工作。爱瑜伽项目负责人不是夏言吗？这项目交接到一半了，负责人说换就换，你们星辰是不是太不专业了？徐总，不是这样的，夏言呢，他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我们孙总很重视这次跟您的合作，所以特地换我来，这样级别上也是跟您能比较匹配的。哦，原来你们孙总认为我们 SG 现在才配得上乔总监亲自出马。徐总，您误会了，我也是才刚刚进入星辰。不过您别担心，我对项目的熟悉度不比夏言差，一定不会耽误这次进度的。那辛苦你了，我还有事儿，你们忙。喂，小太阳，需要能量吗？需要，我现在特别需要，极其需要。怎么了？我今天去跟老孙提辞职了。哦，他怎么说？他能说什么？还在拿遥遥无期的升职加薪挽留我呗。可我真不想留下。不留就不留，你也别着急。我在北京3年，好歹还有些积蓄，虽然不多，但也能够应付一阵子。实在不行，家长晚点再见嘛。等你准备好了。那怎么行？我们都计划好了的。我这辈子都是你的人了，跑都跑不了。早一天晚一点没什么区别。我是不想你因为工作事情压力太大。我这边已经放心吧。时间也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嗯，晚安。嗯，爱你。唉。SG 的面试邀请函。从运营的角度来评价一下秀我吧。如果让你来做，你有什么想法？我认为秀我是一个针对女性用户比较成功的社交电商平台，不管是它的线上运营还是线下的主体操作。你对秀我的用户留存率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吗？留存率……好了，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好吧，谢谢。你好，我是来面试的，这是我的面试邀请函。嗯，好的，稍等，我查一下。夏言是吧？对。请。好。你好，我是来面试运营部运营岗位的夏言。坐。
为什么想来 SG？ 基于了解，也基于挑战。SG 目前主推以女性用户为主体的项目，这和我之前工作负责的项目有所重合，也是我一直比较感兴趣的领域。当然了，作为新州地标性的互联网公司 ，SG 是每一个运营都想来的地方。我已经从业6年，我认为我做好准备了。年轻人还是不要盲目自信的好。从运营的角度评价一下秀我吧。秀我和其他电商比起来，对用户的划分更为准确，这对推广运维来说有利有弊。好处在于用户具备共性标签，省去了前期推广时对用户的筛选，但同时也为秀我后期的维护增加了难度。主要依靠网红自己与商家的合作，通过接广告的方式。可是女性社交电商平台不止秀我一家，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有什么结果我们会尽快通知你的。谢谢。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挺不错的，专业过硬，想法也挺多，而且经手的项目成绩都不错。我觉得也不错啊，看来薛总监又有一名得力助手了。但是这个人呢，曾经是我们合作公司的员工，如果把他招进来，可是有挖墙脚之嫌的，在业界影响口碑都不好。他的面试邀请是谁发的？好像是徐总亲自让人事部发的。喂，你好。你好，我是 SG 人事专员，请问是夏妍夏小姐吗？对，是我。很遗憾地通知你，没能通过我们的面试。哦，我能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吗？抱歉，我只负责通知面试结果，具体原因不太清楚。祝你找到满意的工作。好，谢谢啊。怎么了？怎么了呀？谁欺负你了？我被 SG 拒了。为什么？我也想不明白，我明明表现挺好的呀。好好想想，是不是面试的时候疏漏了什么？不会啊，我面试的时候看他们表情都挺好的。再说了，就算有什么疏漏，他也至少告诉我被拒的理由吧。你是不是得罪哪个面试官了？我都是第一次见他们。年轻人还是不要盲目自信的。哦，之前我们在星辰聊合作的时候，我见过他。他这个人吧，看上去就冷冰冰的，而且看我的眼神也奇奇怪怪。女的吧，同性相斥。哎呀 ，SG 不会这么草率的。不行，明天我得去问个清楚。哎，大表姐，你就让她去吧，她不问清楚晚上都睡不着觉。对啊。哎呀，好啦，我又不是非去 SG 不可，那么多公司呢。来吧，继续干杯。来吧。喂，妈，夏妍家呢？夏妈妈好，夏妈妈好，听见没啊？什么？腰怎么扭了？我现在就回来啊，躺着别乱动。要不我们几个陪你一起去吧？菜都做了，不吃该浪费了。你们去帮不上忙。你吃什么呀？随便吃一口就行了。你把那个拿走，路上吃吧。行，我的爽，恭喜你！哎呀，去吧去吧，你们吃啊。路上注意安全啊。好，给夏妈问好啊。来好，来，我们仨喝吧，来吧，干杯！我弟，你们先聊，我去先练好啊。这是等下访谈的几个基本要点。
就我们最近收购的几个应用谈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像这几个问题，都交给你来回答吧。徐总，你怎么来了？徐总监，人事部没通知你吗？我就是接到了通知才过来的。我通过了贵公司的前2轮面试，评分都很高，自认为3面也不错，却被薛总监给淘汰了。所以我想过来问一下，我到底是哪里不足，日后我也好有所提升。他被淘汰了？对。面试结束之后，我向清晨的乔总监确认过，他说夏小姐是因为无法胜任运营部的工作而被辞退的。辞退？怎么会是辞退呢 ？SG 一向用人谨慎，档案上有不良记录的人，通常首面就会被淘汰。你之所以能通过2轮面试，只是因为星辰那边的档案更新速度太慢了。我明明是自己主动离职的。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只听信你的一面之词，除非你能给到我有效的离职证明。徐总，我的决定没有问题吧？从程序上说，确实没错。程序，我之前在星辰的工作成果，你们2位也都看到了。至于乔总监为什么那么说，薛总监你应该心知肚明。难道程序真的比真相还要重要吗？当然不是，重要的是结果。如果真如你所说，你是被人陷害的，那也只说明你这几年的人事关系处理得非常失败，自我保护意识不足。以后你要学会看人。薛总监说的没错，任何的空话都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如何让星辰收回他们的诬陷，把辞退记录消除。如果星辰可以消除我的辞退记录，你们2个是不是就愿意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当然。面试已经结束了，人事在12点之前会确定录入名单。现在是上午9点半，也就是说你还有2个半小时的时间去确认自己的清白。好，我证明给你们看。这是我打印好的离职证明，证明我在星辰的这些年没有任何过失，是主动辞职。请签字盖章。本来以为用不到这个的，没想到还是走到了这一步。那我们就白纸黑字的写清楚。怎么？他们给你写成被辞退了呀？哎，我真的是不知道这底下的人是怎么办事儿的。不过这人事部那边也是按程序走的，我这里有点忙，要不这样，你改天再来，我帮你问。我今天就要把事情给办了。那我可帮不了你了，我这儿还有个会要开，而且你已经离职了，在这里进出也不是特别方便。要不这样，你先到外面去。好，我本来是不想让孙总为难，才过来找你的。既然这样，我只能去找能办事的人来办。你找谁都没用，这离职证明得孙总亲自签字，我们才能盖章。但是这孙总今天好像还有事儿，来不了。哎，今天不准来公司，谁的电话都不要接。无法接通。孙总，孙总，孙总，孙总。我们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不光是向外做进一步的拓展，而且是要向内做进一步的改革，尤其是在用人机制上，因为人才永远都是发展与创意的核心。我们呢会推陈出新，也会
夏言，都这点儿了，你也该饿了吧？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一起吃饭去？我等孙总一起吃。等孙总？你等孙总恐怕要等到明天了吧？思思，思思，徐总呢？我怎么知道？我就知道，如果是徐总过来，孙总就算有再忙的会，也还是要赶过来的。刚才那个电话，不是徐总助理打的吗？打电话的是我的闺蜜。夏言，有什么事儿呢？现在就去办公室慢慢说。钱。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徐总，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谈，我们继续吧。孙总，我记得当天就是在这间办公室，我亲口向您提的辞职，怎么现在变成我被星辰辞退了呢？我在这里进进出出了6年，从来没有想过会被人从这里赶出去，更没有想到为了一张简单的离职证明变得这么困难。夏言呐，我呢一直还是很器重你的，很上进，很精明，为公司也创造了很多的价值。但是，就在你离职的这前1个月，你因为个人的情绪，导致你工作上极大的失误，好几个项目因此都耽误了，你知道吗？孙总，那您具体能说明一下是哪几个项目被耽误了吗？您要是理不清楚的话，我们就去申请劳动仲裁。如果是因为我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我愿意赔偿。这个，好，项目的事情再说。但单凭 SG 未来3年的短期的规划和我们星辰未来项目，那可是存在着竞争的关系。你作为星辰的资深的运营，就算你离职，短期之间我也不会让你去 SG 的。我当初跟星辰签的劳务合同没有签就业禁止协议。无论如何，这份离职证明我是拿不到了，是吧？好，那我们就走法律的途径，并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亲爱的，你太坏了！昨天晚上你折腾的那么……放心吧，这是我第1次听，也是最后一次。过会儿我去删除。原本我刚刚生气的时候，想过要拿这件事情来报复你，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没有必要拿别人的为难来降低自己的平衡。孙总，咱们劳动局见。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夏言，其实吧，我这么做都是舍不得你走。但是吧，你有更好的平台可以去发展，我从内心个人觉得很好哟，我愿意啊。这样，我现在就去帮你把离职证明也办了，好不好？思思，思思。干嘛？帮夏言把离职手续给办了。我不去。现在去办呢！你凶什么凶啊？我去。徐总再见。谢谢你。
夏言，你来晚了，已经过了12点了。20分钟前，我已经把离职证明交给人事部了，这个是副本，你们看吧。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夏小姐的工作能力确实不一般。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录用你。为什么？刘一鸣你认识吧？听说你带着几个朋友大闹他的婚礼，甚至还招来了警察。我们 SG 可是上市公司，是不会雇佣那些喜欢惹是生非的人的。刘一鸣和我朋友本来都已经准备结婚了，可是他却婚前出轨，所以我朋友就跟他分手。可是他却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跟他出轨的那个女人结婚了。我们那天去婚礼现场，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刘一鸣的真面目，还我朋友一个公道。如果这样在你们眼里也算是惹是生非的话，那么 SG 确实不适合我。等一下，既然是对方有错在先，婚礼的事就不能算是过失。薛总监，这事儿你确实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不用了，因为档案的问题就轻易地否定到一个人，甚至都没有向当事人求证，这样的公司不进也罢。确实不能因为档案问题就轻易否定一个人，当然，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言行就轻易否定一家公司。你说对吗？月薪2万，持5星，3个月试用期，下周1入职。你呀，白天忙完工作，晚上别老窝在那宿舍里边，多出去跟那年轻人聚聚，啊！我聚的，我不天天跟夏言他们聚吗？你跟夏言的女孩子聚什么劲呢？我说你多去接触接触异性男孩儿。哎呀，又来！大表姐，大姨，你也在呀？来开学时候了。夏言，你怎么来了？我来跟大表姐说个好消息，我找到工作了。你什么时候没工作了？哎妈，这回头再跟你说啊，是不是 S 界？什么界？哎呀，我们公司的名字，业内 top 级别的公司。你爸妈知道吗？我之前辞职的时候没敢跟他们说，现在找到工作了，还没来得及跟他们说呢。哎呦，你也知道，告诉老夏最好给我上课了。说你这孩子，你爸脾气是硬了点儿，那也是真心疼你啊。你说你换工作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第一时间跟家里人商量？哎，好了妈，你都说完我了之后再说夏言嘛。你们夏医生，夏医生，怎么了？医生要找您呢。什么事啊？不知道，好像有点着急，要不您去看看？行，我去忙了。爷爷，帮我送我妈。走了，记得把汤喝了。知道。孩子，哪医生？男的女的？男的吧？同行也挺好啊。你说俩人到时候一起上班什么的。哎，大姨，我陪你溜达溜达，好不好？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运营部新来的同事夏言。大家好，我叫夏言，之前在星辰科技负责爱瑜伽的项目，今天正式入职 SG， 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你好，我是美琪。嗨，我是悠悠。嗨，我是艾米。我是小，你就不必了。夏言，我们运营部实行末位淘汰制，每个月月末都会根据大家的绩效考核来打分，连续2个月分数垫底就会收到黄牌警告，若是第3个月继续垫底，就会被劝退。小齐，你已经连续3个月绩效考核垫底了吧？今天可以去人事递交辞呈了。我们 SG 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 ，Drive for results， 一切以结果说话。不管你的过程当中有多努力，只要没有达到目标，那就是无效劳动。所以在这里呢，不要想着能够浑水摸鱼、耍小聪明、玩心机。不管你表现的有多刻苦，只要你没有完成任务，就会被劝退。我们会把机会留给那些更合适的人。我说明白了吗？明白，明白。
悠悠，秀我新版本的第2季度线下活动策划方案，我们小组已经整理出了3份，今天早上已经发到薛总监您的邮箱里了。我看过了，没创意、没重点，不及格，推翻重做。给你们3天时间，一定要展现出秀我新版本的主推功能。信息安全精英论坛线下活动场地已经谈好了，活动文案和物料设计也已经准备好了，邀请的媒体名单也已经列出来。只是什么？我说没说过工作会上不要只谈成绩，有问题先说问题。因为还有几个嘉宾没有邀请到位，所以物料暂时还没有办法制作，宣传通稿也在等最终确定的嘉宾名单。邀请嘉宾的工作之前是小齐在做吗？是。你能行吗？没问题。论坛下个月必须按期举行，所有的嘉宾名单这个星期必须交到我的手上。你就坐小齐的位置，试用期3个月，你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机会吧。小齐，我之前合作过一家广告公司，待遇还不错，我觉得挺适合你的。你有时间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是他们公司的名字，还有电话。谢谢你。这是我电话，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夏言，徐总好。入职第1天，这么忙啊？项目进度紧张，我得尽快熟悉。这身衣服不错，继续保持这种风格。夏言，信息安全精英论坛的嘉宾名单和资料我都发你公司邮箱，记得查收。好，加油。夏言，你是不是得罪薛老大了？你也觉得他对我有敌意？不是觉得，而是事实。他交给你的任务简直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啊！可是，在我的字典里没有 impossible。袁大海教授，刚才那个被劝退的小齐，就是卡在这个袁大海教授上了，2个多月都没能搞定，只能收拾东西回家了。这个袁大海教授啊，是业内大拿，全国计算机安全信息领域的资深教授，他来做主讲人，必然会提高这次活动的品质，所以上面就定下来非他不可。可是他拒绝了。小齐给他发了好多邮件和短信，他愣是不搭理。后来小齐直接跑到袁教授学校的办公室，直接被他叫来的保安轰出去了。僵持了2个月，愣是没跟袁教授说上10句话。哎呀，终于下班了。今天什么日子？大家都不需要加班呢？夏言，你也忙完了？难得今天下班早，要不然咱俩一块吃火锅去？夏言，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你在看什么呢？校招实习生方案，你要给人事部献策啊？已经被否决了。我给财务部的方案也被否决了。哎呀，奖金真是不好赚的。什么奖金？你不知道吗？哦，对，你刚来啊，就接手了小齐的工作，你没参加新员工培训。咱们公司啊，
有一个人才激励政策，所有的员工呢可以跨部门献策，一旦被采用就会有奖金。我已经想了很久了，我觉得跨部门，怎么献策啊？就很简单啊，就比如说你这个方案吧，你就可以用 OA 传给人事总监。艾米，你真的是我的大救星。你不是说被否决了吗？徐总，你找我有事吗？着装不错，不过你可以下次试着再放开一点儿。要是没有其他事，我就先走了。去找袁大海啊？你怎么知道？我看到了人事部的批复，你提交的校招实习生方案已经通过了，是为袁教授准备的吧？切入点不错，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袁教授捉摸透，并且知道他爱惜人才，还知道拿公司的政策为你所用，值得鼓励。谢谢徐总夸奖。你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别喝咖啡了。饮水机那儿不是有花草茶吗？该休息的时候就得好好休息，别到时候分了手，怨工作拖累了自己。哎，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吃，但我这都到家门口了，没有办法呀。对，我就在家楼下呢。你好，是不是？不是本小区业主不能进。我是这小区的呀。请刷卡。卡不是找不见了吗？你帮我看一下啊。摘下眼镜就能找得到。摘呀，摘呀，你倒是摘呀。再见。你好。袁教授，袁教授，袁教授。袁教授，你没事吧？我的脚没事。袁教授，这有一份策划案，您看一下。为了帮资本家来忽悠人，值得这么拼吗？袁教授，您是一位老师，难道您不希望您的学生以后努力工作吗？我教的学生都是做技术的，跟你不一样。他们通过努力所得到的，都是真实的成果。他们努力的成果是产品，我们努力的成果是让产品被更多人认识。不必说了，你去医院看一下你的脚吧，医药费我来付。我的脚没事儿。你还挺诚实的。我从来不说谎的。袁教授，这份方案与我们的活动无关，是关于您学生的，所以还请您看一眼。我的学生？所以，你们想利用我的学生来跟我交易？不是的，您的学生都非常优秀，我们公司很需要他们。这份方案已经通过了公司的审批，不管您是否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都会执行的。
你这就是活动策划？对，请您过目。我不看，我相信这份策划写的一定非常好。可是我怎么知道你们会按照这个策划去执行呢？袁教授，这份策划书将由公证处公证，并由他们监督。如果有任何违背了公益精神，或者是违背了这份策划书上的内容，我们公司不但会赔偿您巨额的赔款，还会由公证处发布公告还您清白。这个你能做主？这个我倒是不能做主，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如果公司不答应这个要求，我一定不会再出现在您面前。这可是你说的啊。袁教授，那如果公司答应了，您是不是就可以来参加我们论坛了？你的脚真没事吧？谢谢你，谢谢袁教授。论坛嘉宾的邀请情况怎么样？问题都解决了吗？袁教授已经答应做主讲人了，夏言已经把签好的合作协议带回来了。答应了。对，协议在这里。校招实习生，谁给你的资格让你替公司做决定，用这个条件来做交易的？签这份协议之前，这份方案已经通过人事部的审批，还有备案了。人事部。其他问题还有吗？根据嘉宾的邀请情况，通稿和物流我们已经对外投放一部分了。前几天和总监您讨论过的关于秀我新版本第2季度的线下活动达人秀，我们已经在筹备当中了。这次不仅有线上作品的投票比赛，还有线下的培训活动，所以我们前期接触的部分网红，因为时间的关系都推掉了。还差多少？还差15个。运营部现在的工作效率都这么低了吗？你们是都当末位淘汰制闹着玩是吗？秀我新版本下个月就要上线了，活动必须按期举行，意味着你们至少要提前半个月积极预热。一共才50个人，给我差15个，这个月绩效还能不能完成了50个人，需要这么多吗？Amy， 既然你无法胜任，就把手头工作交给夏言。SG 从来都是效率为先，能者多劳，我们不给任何人机会拖公司后腿。所有人提高警惕，打起精神，不要以为走了一个小棋，你们每个人就多了3个月的时间。喂，亲爱的。你现在不会还在公司吧？哎呀，都这么晚了，我一忙就忘记看时间了。是不是饿了？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儿。要不然你跟小磊先吃吧，我这赶紧忙完了，然后我再回去。我都好几天没见你了，我一定会尽快回去的。行，你路上别着急，注意安全。饿了的话就去楼下便利店买点吃的，先垫垫肚子。好。那我先工作了。夏言怎么说啊？他在加班，晚点回来。好吧。还没下班？
徐总，没事，坐。啊，达人秀的事情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我加了个班，整理点方案。准备的怎么样了？线上的宣传是美琪他们组在负责，主页的宣传海报已经和企划部对接过了，还有比赛页面的功能需求和产品部已经开过会了。线下的发布会还有活动场地是艾米和悠悠他们在负责，具体相关物料已经开始筹备了。听薛总监说，达人秀的名单还没敲定。嗯，还差15个。我梳理了一下网红的名单，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找的网红类型太过单一。这事儿和薛总监商量过了吗？还没有，我只是梳理了一下名单，写了个方案初稿。我看看。好。目前大众所认可的网红，普遍都是长相漂亮、打扮精致的女生，但其实这样的女生只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在尝试，我们可不可以打破既定观念，加入不同类型的达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板块——音乐。网易云音乐，他们有10万以上的音乐人。我们这几年听的很火的、很流行的歌曲，都是来自于这个平台。徐总，你觉得呢？先按照你的想法梳理出来吧。行。吃饭吧。不了不了。紧张什么？让你吃饭又不是吃你。不是，我还要忙方案的事情呢。嗯。那这份沙拉我吃了，徐总你不介意吧？吃这么少？晚上吃太油腻的不健康。这鸡蛋给你吃吧，我不爱吃。您不吃就放着呗。浪费可耻。你这么晚还在下班，男朋友没意见？所以，咱们公司是不是应该考虑给员工发情感补偿费啊？可以啊。如果你们分手的话，我可以考虑补偿一笔费用给你。徐总，我虽然有工作，但是我也有个人的生活。你自己慢慢吃吧。方案就按照你的想法梳理出来，明天交给我。刚聊2句工作，又开始胡说。啊，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呀？那学长等了你1个晚上，刚走没一会儿。别提了，一言难尽。啊，我这脖子现在还酸着呢。辛苦啦。这开心果谁包的呀？还能有谁啊？当然是学长一颗一颗帮你包的。你先坐着啊，我把汤给你盛出来。哇，有我最爱的油焖大虾哎！嘿嘿，来啦，小心烫。我把虾给你热一下啊，别烫着啊。嗯。喂，亲爱的，对不起啊。到家了？嗯，可是没见着你。没事儿，我们时间多着呢。晚饭吃了吗？我就吃了点沙拉。你这样不行啊，长期下去会得胃病的。以后加班先把饭吃了。知道了，我在喝你炖的汤呢。真香。多喝点，喝完之后在家里走动走动再睡啊。知道啦。等我忙完了这段时间，我再补偿你啊。好，我等着。你快吃东西吧。那你路上小心啊。快吃吧。
好熟悉的味道，还给你加了糖呢。夏言啊，工作虽然重要，但是我们女孩子嘛，早晚都要回归家庭的。今天啊，学长可跟我说了，他说他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不会让你那么辛苦了。你说的我都知道，但我今天啊实在是走不开，我也没办法。也是，要不是因为有什么急事儿，你肯定会飞奔回来了。你是不知道啊，那学长啊，差点就带着饭去公司接你了。林浩他会理解的吧？我们都在一起7年了，其实就差一本结婚证了。我是想着呢，趁没生孩子之前啊，再好好的拼一把工作，得为以后生活做打算。哎呦，你看看你这黑眼圈黑的，你都赶上那个瞎的眼睛了。真的，我太难了。准备发给媒体的通稿我都看过了，整体都不错。但是夏言那个意见也可以考虑一下，去掉网络红人这样的标签，全部换上达人，这样可以覆盖更广阔的领域，吸引不同层面的客户。没有几天活动就要开始了，你确定要改动这么大吗？软件页面上，产品部和技术部可以做调整，时间应该来得及吧？我考虑一下。达人名单的空位现在还剩下多少个？我目前谈了25位候选人，不过这些人都是我按照新的标准来找的，具体人选还是需要薛总监你这边确认。方案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徐总跟我说了。活动人选目前齐了，没有其他问题了吧？总监，昨天有另外一个活动，也找上了我们谈的5个头部网红，时间跟咱们定的有冲突。这5个头部网红说要把佣金提高50%，不然他们就不来了。什么意思啊？他们是要违约吗？因为之前他们承诺说要来，所以只签了意向书，合同寄过去了，但是还没有寄回来。合同的事情到现在没搞定，早干嘛去了？既然知道要邀请那么多人，你们是不是应该在关键环节上进行把控啊？难道还要等到活动开始跑来跟我说场地被征用了吗？谁要是不想干，赶紧辞职走人，不要在这里浪费大家时间跟精力。总监，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艾米，那些网红他们都是临时起意，如果没有另一场活动，我相信他们会回来参加达人秀的。夏言，我告诉你，在职场上就没有如果这2个字。我明白，但是薛总监，我们应该分析问题的可能性。那你想到办法了吗？活动经费不可能增加，头部网红的数量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就算你给我找来50个所谓有个性特色的达人，他们的影响力全部加起来也永远比不上5个头部网红。我认为事情一定还有转机。这么说，你想到解决方案了？暂时还没有。那就是以后会有。行，达人秀统筹组由你来负责。张总的活动是与国外网红合作，规格有多大你应该清楚。如果你们连佣金都比不过，为什么我要和你们合作？不好意思，我还有个广告定妆，先走了。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找……你好，是蔡小姐吧？你是？我是夏言。啊，你好，坐吧。要喝点什么吗？不用了，几句话就走。今天就不打感情牌了，大家都是出来工作赚钱的，直接点，这样
都省时间。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根据我们这次活动的预算，蔡小姐所要求的多加50%的佣金，我们这边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但是我们后续能给你的，会比你现在要求的还要多。漂亮的话谁不会说啊？张总找你们的活动确实是档次高、规模大，表面上看上去曝光度很高。但是我们秀我这次线上的达人秀活动会持续3个月 ，SG 所有的平台都会首页推广。我看过他们宣布出来的拟定人选，其中有15位的头部网红，定位和类型都与蔡小姐相似。但是，恕我冒昧的说一句，蔡小姐的热度并不及他们。我相信你的选择应该是跟我一样的。我就喜欢和爽快的人打交道。合同。夏言，这个工作如果告一段落的话，那你和林浩学长在一起的时间会更多了吧？安全论坛刚落幕，现在又来了个达人秀 ，SG 的硬骨头啊，真是一块比一块难啃。我现在忙的连跟林浩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还不如当初异地恋。我说那些资本家就这么压榨你们这些小白领的？除了工作，连私生活都不能有吗？要是工作的压力吧，我倒不怕。关键是除了一个处处挑你事儿的女上司，还有一个行为可疑的男上司，我简直就是夹缝中生存。什么意思？什么男上司啊？哎，你过来说嘛。哎。亦正亦邪，听我仔细跟你们说啊。他认真工作起来吧，是个很有魅力的大 boss， 但是呢，没在一起待2分钟，他就开始说一些不着调的话。我刚要抗议几句，他又开始公事公办起来。我有时候怀疑啊，他是不是个精神分裂？还有，他会对我言语暧昧。说什么？他平时上班总是很挑剔我的穿着，要不然就突然出现在我身边，离我很近的说话，而且还经常问我男朋友。办公室性骚扰？性骚扰？不至于吧，倒也没有那么严重。这种事情宁可多想，也不能大意了。很多职场性骚扰都是在一步步试探中加剧的。如果你现在不表态，或者是你退让了，很有可能就从言语骚扰变成肢体性。一定是个老变态。他其实也不老，而且我们公司很多女生都欣赏他，都想围着他打转。我觉得还是太不安全了，万一真有这样的上司，那要发生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办呀？夏言，你还是辞职吧。这有什么难的？本宫专治这种变态老男人，什么时候需要我出马，你就吱一声，我保证让他下半辈子都不想见到女人。